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夺不走的甜》故事解说。赵明辉将父母接到城里，安排二人住在甜心果坊楼上的员工宿舍，打算让父母帮忙看店，把控采购，替自己分担门店压力。赵明辉的母亲看着装修精致、生意红火的门店，满心自豪，不停夸赞儿子有本事、有出息。苏田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开口道出实情。多年来，门店的运营、看店、采购事宜，一直都是他和父母全权负责。赵明辉的母亲见状，立刻接过话头，假意体恤苏家二老辛苦，声称店铺如今做大做强，苏家夫妇操劳多年，也该回乡下养老歇息，门店后续全权交由赵家接手打理，变相逼迫苏家主动放权退让。苏田的母亲满心委屈，细数15年的付出，15年来，他和老伴日复一日守店理货，打理货品，接送外孙女甜甜长大，始终尽心尽力帮衬小家，从未计较得失。如今却被赵家无情排挤，刻意驱赶，心里满是寒心。苏田不愿父母受委屈，当即开口反驳，赵明辉却立刻出声制止，不愿当众争执。苏田没有退让，坚定要求赵明辉给出说法。赵明辉的母亲愈发强势，直接索要门店账本，宣布由自己掌管账务，把控仓库，彻底接手店铺所有核心管理权。苏田的母亲连忙辩解，门店的经营规矩、记账对账方式一直都是苏田定下的，条理清晰，账目分明。可赵明辉的母亲根本不予理会，蛮横表示店铺法人是自己儿子赵明辉，工商备案具备法律效力，苏家只是亲家，无权插手门店管理。苏田的父亲顾念两家情分，主动退让，息事宁人。可赵明辉的母亲依旧不依不饶，言语刻薄，直言苏家二老在店里白吃白住15年，早已占尽便宜，不该继续逗留。这番绝情的话彻底击碎了苏家一家人的隐忍。心灰意冷的苏家夫妇当即决定收拾行李返回乡下。苏田看着受委屈的父母，又看着全程冷眼旁观、无动于衷的丈夫赵明辉，满心失望地质问他，为何眼睁睁看着劳苦15年的长辈被肆意驱赶，受尽委屈？赵明辉百般推诿辩解，借口父母年迈需要休养，还声称岳父母长期打理门店会让员工议论纷纷，影响门店风气，全程没有半点维护苏家的意思。苏田彻底心寒，直言这家店是自己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，指责赵明辉不分是非，一味偏袒家人。赵明辉依旧不以为意，只觉得是家庭小事，斥责苏田不该和长辈针锋相对，惹人闲话。彻底死心的苏田不再争辩，当即通知店内所有核心员工，打烊后全部到办公室集合。他已然下定决心，不再忍气吞声。门店打烊后，苏田给所有核心员工结清了当月工资，还额外发放了3个月奖金，分文未少。面对员工的疑惑，苏田平静告知众人，自己即将离开经营多年的甜心果坊，独立开店，愿意跟随他的员工，薪资直接上调1成。选择留守老店的，他绝不勉强。这笔奖金算是感谢大家多年共事的情分。一众员工纷纷表态追随苏田。众人心里清楚，甜心果坊的果品分级标准、鲜切手法、优质供货渠道，全是苏田15年苦心打磨搭建的成果。除此之外，大家早已对赵明辉的所作所为心生不满，他私下擅自更换供货商，无故克扣员工工时，众人积压已久的怨气终于在此刻彻底爆发。苏田感念众人的真心追随，当即安排大家连夜整理搬运物资。他明确告知所有人，店内的仓储设备、进口精品鲜果都是他个人出资购置，采购发票、付款凭证一应俱全，属于个人私产。他绝不会让自己15年的心血白白留给坐享其成、忘恩负义的赵家。苏田叮嘱众人搬运时动作轻柔，避免惊扰楼上熟睡的赵家众人，即便被发现也无需忌惮。完整的产权凭证足以证明物资归属。所有员工纷纷为苏田撑腰，坚定站在他身后，全力支持他重新创业。众人休整完毕，静待次日重启新事业。苏田早已规划好后续事宜，打算租赁新门店，置办全新冷库。他始终坚信，顾客认可的是他挑果的手艺和诚信口碑，而非甜心果坊的牌匾。脱离赵家，自己依旧能把水果生意做好做大。次日清晨，赵明辉母子来到门店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。整间门店空空荡荡，货架、冷柜、仓储设备全部搬空，精品鲜果、库存货品一扫而尽，仓库彻底空置，没有一件可售卖的商品。留守员工告知二人，昨晚所有核心员工已跟随苏田离职，连夜搬空了店内所有物资。赵明辉的母亲气急败坏，怒斥苏田赶尽杀绝，存心逼垮老店。赵明辉慌忙联系员工，
却发现所有人早已失联。母子二人看着空荡荡的门店，手足无措，慌乱不已，彻底陷入无货可卖、无人可用的绝境。无奈之下，赵明辉只能临时宣布门店停业1天。不少老顾客习惯性到店采购，发现门店空置停业，纷纷心生疑惑。老顾客直言，昨日门店还货凭诚信商户，生意火爆，一夜之间彻底变样。没有了苏田亲自把控货源、甄选果品，老店彻底丢失了原本的品质与初心，纷纷表示日后不会再来消费。赵明辉的母亲连忙挽留顾客，承诺次日正常开张，全场8折优惠。可老顾客多年来认准的是苏田的果品品质，早已不认可赵家的经营方式，纷纷转身离开，老店口碑彻底崩塌。顾客散尽后，赵明辉母子互相指责埋怨，母亲将所有过错归咎于苏田，认为是他心胸狭隘，恶意报复。赵明辉则厌烦母亲当众吵闹，觉得颜面尽失，二人争执不休，矛盾激化。就在这时，苏田独自返回老店，打算取回昨夜匆忙离开时遗落在办公室抽屉的私人物品。赵明辉母子立刻上前厉声质问，控诉他恶意挖走员工，更换仓库门锁，搬空所有货品设备，蓄意让老店彻底倒闭。苏田神色平静，从容应对，明确告知二人，所有物资均为自己私人出资购置，全套票据凭证都在手中，带走私人物品合情合法，对方若有异议，可直接报警处理。随后，他直面赵明辉，当众提出2件事：一是正式提出离婚，终结20年夫妻关系；二是要求对甜心果坊进行全面资产清算，拿回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所有权益。赵明辉嗤之以鼻，态度嚣张，声称自己是门店法定法人，工商登记白纸黑字具备法律效力，苏田无权清算资产，索要店铺。他还出言嘲讽，认为苏田只会挑果卖货，不懂经营管理，脱离自己后，新开的社区小店根本无法立足。苏田不卑不亢回怼，让二人拭目以待，看谁的生意能长久维系。赵明辉依旧狂妄自大，扬言凭借自己的法人身份，可直接卡住苏田新店的营业执照，让他无法正常经营。苏田当即点破真相，门店初创的核心备案资料、开办手续均为自己的个人信息，赵明辉只是空挂名法人，瞬间让对方语塞。解决完对峙后，苏田温柔安抚满心愧疚的父母，承诺从今往后再也无人敢驱赶二老，他会亲手夺回所有属于家人的东西，让操劳15年的父母安享晚年。苏田的父母心疼女儿，觉得自己拖累了他，让他苦心打拼的基业陷入纷争。苏田连忙宽慰父母，整件事的过错全然不在苏家，而是赵家贪心不足，夺权摘桃，忘恩负义，该认错悔改的是对方。一旁的女儿甜甜格外懂事，主动站出来维护家人。她清晰记得外公外婆15年的辛苦付出，看透了赵家的自私算计，直言后续若需出庭作证，自己会全力配合，为家人证明清白。外婆不愿孩子卷入大人的纷争，满心心疼劝慰甜甜，可甜甜态度坚定，执意要守护家人。苏田也借此道出店铺真相，甜心果坊的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他的婚前积蓄和父母的养老钱。赵明辉自始至终零出资、零付出，仅挂名法人。15年来，门店每一笔收支、每一项开销，他都详细记录留存，单据流水完整齐全。另一边，赵明辉的母亲毫无悔意，心机深沉，察觉苏田决心清算资产后，立刻谋划转移门店财产。凭借10年财务经验，他指导赵明辉将总店、分店近1000万备用金拆分为20余笔，每笔5万元以下的转账，规避银行大额监管，悄无声息将门店营收全部转入自己账户。母子二人刻意将门店账面做成亏损状态，企图在离婚清算时让苏田分不到任何资产。赵明辉更是狂妄断言，苏田只懂经营，不通财务税务，撑不过半个月必定走投无路，回头求饶。二人自以为算计的天衣无缝，殊不知已然触犯法律，为后续的覆灭埋下伏笔。资金转移完毕后，赵家母子勉强维持老店运营，可失去了苏田的品控体系和优质供货渠道，门店货品质量断崖式下跌，仅剩的少量鲜果隔夜变质，品相极差，根本无法售卖。店员无奈告知二人，所有冷库存货、精品鲜果已被清空，供货商对接渠道全部中断，门店彻底无货可售，无法正常经营。赵明辉的母亲心存侥幸，执意将变质果品摆上货架售卖，试图糊弄顾客挽回损失。到店的老顾客看到劣质果品，彻底失望，直言老店名不副实，辜负多年信任，纷纷表态再也不会光顾。几番辩解挽留无果，老店彻底失去所有老客，
口碑彻底崩盘。即便门店彻底衰败，赵家母子依旧心存侥幸，看着转移的千万资金暗自得意。母亲叮嘱赵明辉，静待离婚风波平息后，再将资金悄悄转回名下，自认账面干净无迹可查。笃定不懂财务的苏田查不出任何猫腻，只能被动落败。就在二人洋洋得意之际，苏田找到老同学专业律师方宁，全权委托对方处理离婚官司与店铺资产清算事宜。苏田如实告知所有过往，讲明店铺由自己和父母全资创办，15年苦心经营，赵明辉全程零付出，仅挂名法人。如今赵家夺权赶人，恶意算计。方宁听完后十分佩服，直言苏田常年记账的习惯成为了维权的关键。多数人离婚财产纠纷都会因证据不足落败，而苏田15年完整的单据、流水记录是无可辩驳的胜诉凭证。随即，方宁立刻梳理案件突破口，全力协助苏田维权。方宁第一时间核查资金流水，查实关键证据。苏田提出离婚的次日，赵明辉就刻意拆分近千万门店资金，小额多笔转移至其母亲赵金花账户，规避金融监管，属于典型的婚内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除此之外，赵明辉长期修改采购账目，虚增进货金额，虚报成本，暗中私吞营收，吃取回扣，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占店铺资产。铁证在手，方宁明确告知苏田，赵明辉的行为已涉嫌违法，足以承担刑事责任。20年夫妻情分沦为精心算计，苏田满心寒心，但他始终坚定底线：店铺资产可以不争，但父母15年的辛苦付出绝不能被赵家白白侵占，肆意践踏。方宁迅速制定维权方案：第一，锁定完整出资证据，敲定店铺实际归属权，证明赵明辉零出资，仅为挂名法人；第二，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赵金花账户全部资金，彻底切断赵明辉的非法资金来源，固定对方恶意转移财产的违法证据。同时，方宁精准预判，资金冻结后，赵家母子必定心态失衡，当众闹事，其颠倒黑白的行为只会暴露更多过错，加速自身落败。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宁的预判。苏田新开的社区小店，凭借过硬的果品品质、诚信经营的口碑，开业首日就火爆出圈，客流爆满，生意红火。反观赵明辉的老店，无货可售，无人问津，门可罗雀，彻底衰败。巨大的落差让赵家母子心态彻底失衡。就在赵明辉自负认为苏田的新店只是昙花一现时，法院财产保全裁定正式下达，赵金花账户内的千万资金被全额冻结，无法支取，无法转移，无法动用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击碎了赵家的侥幸心理，让他们彻底陷入资金断裂、客源断绝、货品断绝的3重绝境。稳住局势后，方宁继续深挖线索，找到了第3个关键突破口。经查实，近半年赵明辉擅自换掉合作多年的靠谱老供货商，更换的多家新渠道，对接人均为25岁的林小曼，而更换供货商的时间与赵明辉频繁借口出差、深夜应酬的时间完全吻合。方宁告知苏田，这条线索牵扯重大，大概率暗藏更多隐情，询问他是否要彻查到底，并提醒真相可能会让他遭受更大打击。苏田短暂犹豫后，毅然决定深挖到底。他宁可一时痛苦认清所有真相，也不愿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，任人算计。结合所有线索，苏田终于彻底醒悟。半年来，门店进货价大幅上涨，账目却毫无异常。赵明辉刻意疏远，频繁外出，都是暗藏猫腻。他与林小曼暗中勾结，通过虚高进货价、虚开发票、伪造账目等方式大肆吃回扣，侵占营收，将自己苦心经营15年的水果店变成了满足私欲、肆意敛财的工具。与此同时，苏田的新店凭借新鲜优质的果品、真诚踏实的服务，彻底俘获了街坊邻里的认可。无数老客辗转打听找到新店，坚定追随苏田，直言自己吃的是苏田的手艺和良心，无关门店牌匾。顾客的全力支持让苏田和员工倍感温暖，更加坚定了踏实经营的初心。看着苏田蒸蒸日上的事业和口碑，对比自家彻底衰败的老店、被冻结的资金，赵明辉的母亲彻底丧失理智。他召集一众亲友，拉着横幅跑到苏田新店门口聚众闹事，造谣抹黑，颠倒黑白，哭诉自己儿子被苏田算计，污蔑苏田私吞渠道、卷走公款、抢夺生意，逼迫赵家绝境，试图煽动舆论，毁坏苏田名声。围观群众不明真相，纷纷驻足观望。苏田全程冷静从容，不慌不忙，打算当众公示证据，厘清黑白。方宁陪同苏田出面，以代理律师的身份逐条展示证据，击破谣言。
方宁首先放出苏田父母15年的考勤记录和薪资流水，清晰证明二老15年日复一日守店、理货、接送孩子，全年无休，兢兢业业，却从未领取过一分工资，彻底撕碎了赵家、苏家白吃白住，只是搭把手的谎言，让围观群众看清了苏家15年的无私付出。紧接着，方宁公示赵明辉恶意转移财产的完整流水，清晰展示其在离婚次日拆分千万资金，小额多笔转移至母亲账户，刻意规避监管的全过程，明确告知众人，这是典型的婚内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。赵金花依旧强行狡辩，声称资金是儿子给自己的养老钱，属于自家私事。方宁顺势放出终极证据，当众揭露真相。赵金花收到巨款的次日，就刷卡支付了一套公寓的首付，而房产登记人正是赵明辉的隐秘合作人林小曼。真相彻底曝光，围观群众哗然一片，所有人都看清了事实。赵明辉婚内出轨，拿着苏田辛苦打拼15年的血汗钱门店盈利，为第三者购置房产。赵家母子颠倒黑白，造谣抹黑，实属忘恩负义，颠倒黑白。铁证面前，赵金花颜面尽失，百口莫辩，试图控诉诽谤，扬言报警，却被苏田当场回击，对方聚众闹事，扰乱经营，理应依法处置。最终，赵金花被警方带走调查，赵家彻底名声扫地。赵金花被带走后，赵明辉的父亲终于看清所有真相，满心绝望地质问儿子与林小曼的关系。方宁告知苏田，赵金花的闹事只是轻微治安问题，真正能彻底击溃赵明辉的是他做假账、吃回扣、职务侵占、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，而林小曼是攻破所有隐秘罪行的核心关键。苏田坦言，自己执着于厘清真相、打赢官司，并非只为夺回店铺，更是为了给受尽委屈、操劳半生的父母讨回公道，洗刷家人多年的屈辱，让15年的辛苦付出不被白白践踏。另一边，怀有身孕的林小曼找到赵明辉，质问两人的未来。此前赵明辉一直哄骗她，承诺尽快离婚迎娶她，给她安稳生活。可风波爆发后，所有承诺全部落空。赵金花更是逼迫她打掉孩子，退还房产，归还钱款，彻底打碎了她所有幻想。面对林小曼的质问，赵明辉一味敷衍推脱，毫无担当，只让她耐心等待，不要添乱。一次次的欺骗和逼迫让林小曼彻底心寒，她终于看清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赵明辉谋私纵欲的棋子，从未被真心对待。彻底醒悟的林小曼决定不再为赵明辉隐瞒罪行，她主动找到苏田，诚恳道歉，交出了自己留存3年的全套违法证据，包含赵明辉虚开发票、虚报采购金额、吃取回扣、瞒报营收的完整记录、聊天截图和交易凭证，涉案金额高达400余万。林小曼坦言，交出证据，一是不愿再为恶人遮掩罪行，二是为了腹中的孩子，想要给自己和孩子挣一份干净清白的未来。苏田心生恻隐，没有为难他，还主动给予一笔资金，供他返乡安顿、待产休养，叮嘱他好好生活，重新开始。拿到全套铁证后，方宁迅速梳理整合材料，将偷税漏税的相关资料提交税务部门，将职务侵占、商业舞弊的证据递交经侦大队。所有证据来源合法，链条完整，互不干扰，足以让赵明辉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执法部门迅速介入调查。赵明辉得知林小曼交出所有证据后，彻底惊慌失措，拨打对方电话早已关机，彻底失联。赵家父子试图修改账目，抹平证据补救，却发现所有证据早已备案留存，根本无力回天。最终，警方正式立案，认定赵明辉涉嫌职务侵占、偷税漏税，涉案金额巨大，依法将其抓捕归案。落网后的赵明辉依旧执迷不悟，将自身落败的所有过错全部归咎于苏田的步步紧逼。苏田对此心如止水，毫无波澜。他清楚明白，所有恶果都是赵明辉一己私欲，自作自受。婚内出轨、恶意转移财产、违法敛财、忘恩负义，是他亲手毁掉了婚姻、家庭和事业。此刻的他只期盼家人安稳，事业顺遂，静待风雨落幕，苦尽甘来。赵明辉入狱后，赵家彻底陷入绝境，数百万的退赃款项和巨额罚款，让本就落败的家庭无力承担。即便变卖老宅房产，也无法补齐缺口。赵明辉的母亲终于彻底悔悟，痛哭流涕反思自己的过错，是他贪心不足，撺掇儿子夺权摘桃，驱赶苏家二老，一步步将儿子推入深渊，最终落得人财两空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可一切早已为时已晚。案件开庭审理当日，懂事的甜甜主动出庭作证，他坦然向法官陈述，从小到大陪伴自己，照顾家庭，
打理店铺的永远是外公外婆和母亲。父亲赵明辉常年在外应酬玩乐，疏于家庭，疏于育儿，疏于门店经营，从未尽过丈夫与父亲的责任。甜心果坊的基业是母亲和外公外婆日复一日辛勤打拼出来的。甜甜的证词真实恳切，结合苏甜提交的出资凭证、渠道记录、15年流水单据等全套证据，法院最终作出公正判决。离婚纠纷层面，认定赵明辉存在婚内重大过错，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财产分割对其予以少分，其非法转移的千万资金全额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并悉数追回。店铺确权层面，法院查清所有事实，认定甜心果坊的启动资金、运营成本、渠道资源全部心血均来自苏甜及其父母。赵明辉全程零出资、零付出，仅为挂名法人。最终判决总店、分店全部经营权、品牌归属权尽数归苏甜所有。甜心果坊正式名正言顺回归真正的创始人。胜诉后的苏甜第一时间告知父母喜讯，让二老知晓15年的辛苦付出终于得到法律认可，再也无人能够抹杀他们的功劳，诋毁他们的付出。苏家二老满心欣慰，感慨隐忍终得圆满，只盼女儿往后不再辛苦，安稳度日。苏甜温柔宽慰父母，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，一家人往后只会越来越好。风波彻底落幕，苏甜全身心投入事业，重启老店运营，重新装修门店，规整货品，招募员工，梳理供货渠道。一众老员工全力配合，陪着他重整旗鼓，擦亮招牌。历经这场纷争，苏甜彻底释怀，懂得店铺的核心从来不是牌匾和门面，而是诚信经营的本心，优质靠谱的品质，真心相伴的团队。狱中服刑的赵明辉终于幡然醒悟，向苏甜诚恳道歉，忏悔自己贪心算计、背叛婚姻、掏空家业、辜负真心的过错。苏甜平静与他彻底了断，告知二人父女关系不变，但20年夫妻情分早已被他亲手耗尽，从此再无牵扯，只愿他好好改造，学会堂堂正正做人。另一边，返乡待产的林小曼彻底走出过往阴影，心态释然，决定独自抚养孩子，踏实生活。他特意向苏甜报平安，感谢他的包容与成全。苏甜真心祝福他往后顺遂无忧，安稳度日。甜心果坊全新重装开张，凭借一如既往的优质果品、诚信经营的初心，迅速赢回所有老顾客的信任，门店生意火爆如初。街坊邻里纷纷感慨，终于吃回了熟悉的味道，认准了苏甜的良心经营，生活彻底重回正轨，美好接踵而至。甜甜顺利拿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前程光明，懂事上进，立志努力读书，未来助力母亲经营门店，将甜心果坊的招牌发扬光大。苏甜倾尽孝心，全款购置带小院的新房，房产直接登记在父母名下，让操劳半生的二老彻底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奔波劳碌。事业稳步攀升，苏甜的城东分店营业额持续翻倍，加盟店有序筹备落地。吸取过往夺权纷争的教训，苏甜将品牌股权、商标、供货渠道全部规范注册，合法确权，彻底杜绝他人摘桃夺权的隐患，牢牢守住自己的心血与基业。历经一场轰轰烈烈的风雨纷争与涅槃蜕变，苏甜彻底活通透了。他深刻明白，女人这一生靠人不如靠己，唯有自身强大，踏实肯干，坚守本心，才能守住生活，守住幸福。所有风雨皆为历练，历尽千帆，终会迎来苦尽甘来的安稳与顺遂。